美军对解放军城市战能力的分析，这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美国军事专家最近组织的模拟演习中，对美国最好的结局就是解放军与台军在岛上形成对峙局面，也就是说，进入城市巷战后，长期处于焦灼的战况。所以，一旦发生武统台湾的情况，解放军的城市战能力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美国战争研究所发表的题为《解放军城市作战研究及对台湾的影响》的报告称，解放军的大规模城市战经验主要来自解放军的战争期间，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汉城争夺战，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的谅山战役。但是，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城市作战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准备，包括技术、战术、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等等。早在2013年至2015年，解放军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就完成了模拟台湾城市作战的环境建设，先后建成了模拟台湾岛的国际机场、清泉港空军基地附近的2个立交桥、台湾地区当局的一些办公大楼、涉外大楼等。训练中心普遍使用繁体字，并在媒体上经常展示。美国的研究认为，解放军在统一台湾的行动之中，城市内的激烈攻防作战可能会成为一种主要的战斗样式，因为台湾省90%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几个大城市中，而岛上几乎没有战略纵深。统一台湾军事行动成功与否，关键一环就在于解放军能否快速地对台湾全境取得有效的实际控制。美国认为解放军的城市战能力远远超出美军的预期，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帮助台军提升非对称作战能力。具体内容呢，包括这么几个方面：一是把美军在反恐战争中的城市作战经验传授给台军，但是美国人也承认这可能不大适合，但是多少管点用。第二，美军也需要像解放军一样，建立模拟台湾岛城市的逼真复杂环境，以展开针对性的训练。第三，解放军的巷战已经走向了无人化，而台湾军队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，所以如何反制无人装备，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。第四，推进台湾地区的预备役部队的建设，以避免台军出现快速心理崩溃的情况。总体来看，美军的这份研究报告看上去还是比较专业的，其计划的场面对两岸完成统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美军想要的城市作战就是巷战。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就是马里乌波尔之战，而这样的作战行动往往会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和建筑物的破坏。在历史上有打得更惨烈的巷战，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，也有打得相对比较轻松的城市战，比如美军攻陷巴格达的战斗。美国的报告对解放军城市战能力的研究，最多的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济南战役。这显然与当下的台海局势相差甚远。其实，武统台湾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城市战，取决于2个因素：一是守方的组织能力和战斗意识。美军轻易攻陷巴格达，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使用，而当地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太强烈的抵抗意愿。而解放军前期对台军火力点的打击力度范围会非常广，对台独分子必然是进行精确的斩首行动，或者呢只打击军事目标，普通民众参与抵抗的可能性比较小，而且岛内支持两岸统一者也不在少数。第二个因素，那就是防守那一方是否有获胜的希望。台湾岛是一个孤岛，一旦遭到解放军的封锁，美军直接下场干涉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因为美军知道用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。那么从这2条因素来看，
台军长期打城市战的希望也就基本不存在了。而且，就算美军下场干涉，也可能会被解放军围点打援。那么其结果将是美国难以承受的。总体来看，美国指望普通的台湾同胞为台独分子拼命，恐怕根本就不现实。所以，城市战更可能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。而且，解放军已经为城市战准备了很多年，无人化的巷战装备已经大量使用。台军要想靠巷战以武拒统，也不过就是螳臂挡车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